如果你遇到提了80条审稿意见的审稿人，可以这样回复吗？绝对当然是不建议的。这几天艾克利亚2026的初审结果公布了，也许有些小朋友看到自己的分数不是很理想，正在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沮丧，但是初审只是第一步，rebuttal才是真正的战场。PS 啊，这里指的不是让你去怒翻审稿人，也不是让你去和审稿人打架哦。首先，什么是 rebuttal？ 简单来说就是作者反驳期，在初审之后，你有机会针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回应和澄清。在这里，我也放上了艾克利亚审稿时间轴供大家参考。rebuttal 期和讨论期会有一定的时间上的重叠。接下来是 rebuttal 的核心规则，最关键的第0条原则，不要逃避，正面回应审稿人的每一条意见，可以承认弱点，但是绝对不能避重就轻，不能答非所问，不能顾左右而言他，不能让审稿人觉得你在忽视他。然后第1条规则是可以修改论文并且补充实验，但是注意每个会议的要求不一样，艾克利亚可以 ，CVP 原则上不可以，请参照每个会议的 author guide 哟。第2是态度决定一切，务必保持专业、谦逊、有礼的态度，即使审稿人理解有误，也要耐心解释，绝对不可以和审稿人争吵或者是质疑其专业性。第3是回应优先级，有一个黄金法则是优先回应会影响分数的问题，特别是审稿人对论文严谨性的攻击，对文章核心贡献的误解，一定要重点回应，该补实验一定要补。这期视频我精心挑选了4篇论文真实的 rebuttal 过程，其中3篇成功提分，1篇惨遭降分被拒，我会带你一步步分析他们的策略，让你在接下来的 rebuttal 中有的放矢，一起加油吧！让我们从第1篇论文开始。这篇论文主要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前的视觉语言模型并不能很好的理解物理世界，所以他们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物理世界理解 benchmark， 覆盖了物体物理属性、物理关系、场景理解和基于物理的动力学4大领域，细分为了19个子类和8个能力维度，并且用这个 benchmark 测试了75个代表性的 VLM， 验证了现有的视觉语言模型在物理理解上确实存在严重的短板，最终提出了一个名为 Physics Agent 的框架，它将大型视觉语言模型的广泛泛化能力与专业视觉模型的领域专长进行结合，在 GPT-4o 上实现了大约 18.4% 的性能提升。它的初始分数是5566，最终的分数是4个8分，结果是 Accept and Oral， 总分提高了整整 2.5分，超强的 rebuttal 了。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样说服审稿人的。有一个审稿人一开始只给了6分，他的第一个问题是相关工作讨论不足，认为作者的工作缺少与 SQSVD、OpenEQA、Embody Scan 等这些可以评估模型对3维世界理解能力的3D 空间视觉问答 benchmark 的对比。作者的回应里首先承认了空间关系的重要性，但强调了 Physics Bench 的覆盖范围更广。他们指出，空间 VQA 只是物理世界理解的一个子集，而他们的 benchmark 涵盖了物体属性、物理关系、场景理解和动力学4大类。此外，他们还说明了他们和其他数据集的数据形式的差异。他们的关注点在交织图像序列，最后用数据说话。他们在 M-Spatial 这个空间推理基准上提升了 19.75% 和 11.39%。此外，审稿人质疑了模型和 VLA 模型的对比，这也是最核心的疑问。在这里爆发了激烈的 rebuttal， 审稿人质疑你声称你的基准测试对具身智能有帮助，但是你只在 Mocha 这个 VLM agent 框架上做了实验，怎么不在真正的 VLA 模型，比如 OpenVLA 上试试呢？你应该同时用你的数据和 VLA 的数据去微调一下呀。作者一开始的辩驳是这样的，他们的工作范围是 VLM， 不是 VLA， 这2类模型的本质是不同的。VLA 用的是动作 token， 而 Physics Bench 这个数据集则采用了问答格式，他们2个数据格式不兼容。此外，作者主动提供了审稿人想要的 VLA 对比实验，他们在一个表格中展示了基于 Mocha 和 Physics Bench 微调的方法，在具身任务上的成功率显著优于 OpenVLA 和 Octo 这些 VLA 模型。这有力地证明了，尽管技术路径不同，但作者的 VLM 方案在具身任务上更强。但是审稿人不买账，他还是一直坚持让作者在具身任务和 Physics Bench 上对这些 VLA 模型进行微调，于是开启了第2个阶段的 rebuttal。作者坚持他们论文的研究范围是评估视觉语言模型在物理世界理解方面的能力，而 VLA 超出了这个范围。此外，他们反复强调了 VLM 和 VLA 的本质差异，训练 VLA 需要动作标签，但是这个数据集是不包含的，所以没有办法用于 VLA 的微调。审稿人还是不买账，既然你没有动作标签，那你之前表格里得到的实验结果数据是哪来的？你是怎么样去评估 OpenVLA 加上微调在实体任务上的性能的呢？你宣称你的 benchmark 对 VLA 有益，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基于你们的数据和 VLA 数据对 VLA 进行微调，不然怎么去真正体现你的模型比 OpenVLA 那些模型好呢？作者澄清了，他们是遵循 OpenVLA 的原始设置，用模拟机器人任务跑的机械，但坚持强调这些任务不属于他们这个 benchmark 的研究范围。审稿人不接受超出范围的说法，他认为作者应该用 Physics Bench 与动作数据共同
训练 VLA， 或者是在 Physics Bench 上预训练 VLA。他甚至说，如果做不到，就该撤回有助于具身智能体部署的声明。作者再次强调了他们的 Mocha 模型的表现已经超越了 OpenVLA。面对审稿人新实验的要求，则表示由于时间限制，在 Rebuttal 截止前2天再去训练一个新的 OpenVLA 模型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又主动做了一个让步，表示可以从论文中删除他们模型有助于具身智能发展的主张。这一套强调贡献加上表示时间不够，再加上主动让步的策略，非常有效的让审稿人也做出了让步，把评分提到了6分。他说他对去掉这个重要实验感到很遗憾，但还是认为这个实验很有必要，并且不需要很多的精力。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结束了，但是 Rebuttal 期延长了，作者他们没有满足于6分，而是立刻抓住了机会，咬牙做了这个实验。他们从 Physics Bench 随机选了500个样本，加上了 OpenX Embodiment 的数据，做了 OpenVLA 加上 Physics Bench 的联合训练。结果呢，性能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工具类别，性能提升幅度接近了90%。审稿人看到结果后被彻底说服了，整合 Physics Bench 的支持显著提升了 OpenVLA 的性能，这对具身 AI 领域是个非常有前景的进展。鉴于我所有的疑虑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了，我决定将评分提升至8分。这段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第一，明确论文边界很重要，不是所有要求都要满足，要清楚你的核心贡献是什么，但是对合理的关键要求要尽全力满足。这个 OpenVLA 实验虽然很难，但确实加强了论文的说服力。第三，诚实面对困难，但不要轻易放弃。作者先表达了困难，但最终还是完成了。第二位审稿人最初也只给了6分，但最后提到了8分。他的第一个疑问是关于论文里的图4，那是一个相关性矩阵。他说，我看你的 Physics Bench 和其他的 VLM 基准的相关性都很低，那是不是说明在你这个基准上提升了，在其他任务上也不会有提升？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在质疑论文价值，对吧？但作者很聪明，他们把劣势转化成了优势。他们说，相关性低恰恰说明我们这个基准是独特的，评估的是现有基准没有覆盖到的能力。然后进一步解释，与 MMMU 最相关的是我们的 Property 和 Relationship 子类，最相似的任务是 POP， 这是一个专门测试模型幻觉的基准。这些都是在常规 VQA 数据上覆盖率提升不上去的任务，看到了吗？同一个现象，换个角度解释，就从问题变成了亮点。第二个问题，审稿人说，你的 Physics Agent 基础细节不够清楚，基础模型是什么？怎么学会提问的？怎么整合视觉预测的？你的 COT 是零样本还是需要训练呢？作者的回应非常系统化，他们按编号来回答每个问题。首先，明确说了基础模型是 Phi4V 和 GPT-4O。第二，提问机制是预定义任务分类，自动激活对应支持，通过并行处理、文本输出来整合视觉预测。COT 的方式则是分2阶段的零样本机制。这种结构化的回答方式，让审稿人一眼就能看到每个问题都被认真对待了。第三个问题，审稿人被表9搞糊涂了，你这些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和前面的分类对不上？作者直接给出了一个超级详细的表格，把19个子任务的完整结果都列出来了，同时补充说明，我们还在3个相关基准上做了测试，详见附录。但是到这里还没结束，审稿人又追问了，能不能和 Physics Object 这种类似的数据做个对比，看看你们的优势在哪里？注意，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已经做够了，但是这个作者团队怎么做的？又做了新的实验，他们设计了一组对比，Mocha加上 Physics Objects。结果显示 Physics Bench 在 Tool 这个类别上的性能明显要优于 Physics Objects。审稿人看到了这个结果，立刻说感谢作者做了额外实验，这展示了基于物理的数据优势，我将分数提高到8。还有另外一位审稿人，他关注的主要是论文的呈现质量，他认为这篇论文的问题是篇幅太长，格式混乱，问题生成细节缺失，19个子任务的详细性能没有给出。作者立刻改进，在附录加了目录，用蓝色标注了所有修订，并承诺会持续优化可读性。他们还详细解释了4000小时的人工标注流程，并且直接在回复中粘贴回答前面审稿人的巨大表格，结果也是让审稿人提到了8分。最后的结果，3个审稿人从6分提到了8分，论文不仅被接受，还拿到了 oral presentation。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团队的 Rebuttal 为什么这么成功？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及时补充实验。这个团队在 Rebuttal 期间至少做了3轮新实验，3个独立基准测试和 Physics Object 的对比 ，OpenVLA 的联合训练。不要觉得 Rebuttal 就是写文字，该做实验一定得做。第二点，就是要结构化、系统化的回答问题，看他们是怎么回复 Physics Agent 的技术细节的，编号、分点，每个子问题都清清楚楚。审稿人最怕的就是答非所问，结构化的回答让人一目了然。第三点是充分利用目录，注意他们多次说详见目录，把详细数据分析、讨论都放在目录里，既满足了审稿人的需求，又保持了主文简洁。第四是积极主动的沟通态度，作者多次 Thank you for your valuable suggestions， 甚至主动提醒审稿人 Rebuttal 期要结束了，他们礼貌、积极、不消极应对，给审稿人和围观的群众
众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接下来看第二篇论文，这是一篇和大语言模型有关的实证研究和方法型的论文。它研究的是当 LLM 学习新知识时，这些新信息是如何渗透并影响模型原有知识的，以及要如何去稀释这种影响。具体来说，他发现当 LLM 学习新信息时，会出现一种启动效应，新学到的事实可能在不相关的上下文中被不恰当的应用。比如，模型学到了小猫的爪子是粉色的，然后在回答小狗的爪子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回答是粉色的。这种现象是导致大语言模型出现幻觉和知识污染的根源之一。为了系统的研究这种现象，作者创建了一个名为 Outlandish 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包含了1320个精心设计的多样化的文本样本，专门用于探测新知识如何渗透到 LLM 已有的知识库中。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这种启动效应的强度是可以预测的。一个新知识在训练后会造成多大的启动效应，与这个知识中的关键词在训练前的 token 概率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在多种模型和不同规模上都成立。为了控制这种不良的启动效应，作者开发了2种技术来稀释新知识的影响。第一个叫做 Stepping Stone， 它是一种数据增强方法；第二个叫做 Ignore Key， 是一种梯度减脂算法。作者验证的这2种方法都非常有效，它们能在减少 50% 到 95% 的不良启动效应的同时，保留模型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这篇论文的初始分数是3568，最终的分数是6888，结果是 Accept 并且拿到了 Spotlight。它的 rebuttal 过程也很有意思。首先有一个 reviewer TQRA 认可了论文的众多优点，但也提出了很多关键问题。首先是对于启动机制的探索不足，虽然论文发现关键词概率和启动效应的强相关性，但是缺乏对底层机制的探索，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作者先是肯定了审稿人对理解启动效应现象背后机制的这个需求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分析了现有数据，比较了 PaLM、Llama 和 Gemma 的启动动态，发现架构或者是训练程序可能起关键作用，然后立即做了新实验，使用 FLAN 数据集微调的 LLM 进行分析，发现微调会改变启动与记忆化的动态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微调过程中的假设空间收窄。第二个问题是实验设置的局限性，实验主要关注单一事实学习，限制了结果的泛化性。现实中 LLM 需要学习大量复杂的事实，但事实学习场景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情境。作者还是先认同，然后解释说他们是故意专注于 banana 微调来研究最广泛使用的数据插入机制。他们认为在研究这种更高级方法之前，这种基本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还强调了现有的努力。Outlandish 数据集包含了超越经典研究事实的多样化自由文本结构，而且也有对多事实学习的初步实验，并且在 limitation 这一章节中进行了明确说明。第三个问题是与相关工作的对比，审稿人建议可以从与 LLM 知识编辑或者持续学习等相关工作的比较中受益。于是作者在论文里立即加上了这些内容，并且深入讨论了新文本注入是如何导致幻觉和推理错误的。这位审稿人还有一个质疑，启动效应只是概率变化，它真的会导致模型出错吗？作者立刻补充了一项新分析，他们展示了模型在回答沙子颜色是什么的这个常识问题时，原本的高智信度答案灰色会被学到了无关新知识朱红色所取代，这是对模型原有知识造成的实质性危害的铁证，它真的会因此犯错，并且提出未来会做实验追踪预训练期间遇到的事实。最终是成功让这位审稿人从6分提到了8分。还有一位审稿人认为作者的实验指标取得有问题，不够细致。作者立刻做了新的实验，将知识编辑文献已有的 locality 和 probability 这些 metrics 定义适配到了 Outlandish 数据集。他强调了他们提出来的指标和已有的指标的互补关系。然后审稿人对这篇论文的呈现质量提出了很多具体批评，比如图画的不清楚等等。作者于是一一更改。然后呢，更牛的是，这位审稿人提了11个非常细节的 questions， 看得出来他是看得非常仔细了。作者也是很耐心的回答了，由于过多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而且他们还在最后特地感谢了审稿人对他们论文的深入研读，甚至还感到非常 excited， 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精神。最终这位审稿人也把分数提到了8分。好审稿人，好作者，多么充满爱与和平的交流呀！学术圈还是好人多呀。总而言之，这是一篇非常令我感动的 rebuttal 成功的案例。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也很有意思，来自 Google DeepMind 的团队，我强烈安利大家去看一看。第3篇论文来了，他研究的问题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语言模型是否能够真正的理解手和物体之间的交互。作者发现，现有的第一视角视频语言模型虽然在很多任务上跑分不错，但实际上很容易被糊弄。比如，模型无法区分人放下纸和人撕开纸这种动作上的细微差别，它更擅长识别物体，对动作的理解一塌糊涂。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创建了一个新的 benchmark Eagle HOI Bench， 提出了非对称对比学习目标方法来提高模型的性能。它的初始分数是55656，最终分数是6688，结果是 Accept。有一个审稿人一开始给了6分，提出了3个技术问题。第一是特征空间变化，论文里的图3显示 Lavella 的特征空间具有 Object Centric 的属性，在用了作者提出的 Eagle NCE 方法之后，特征空间变成了什么样呢？能不能也可视
视化，作者就立刻补充了可视化图的补充材料，发现还是保持了 object-centric 性质，也就是说，特征空间的内在结构不一定影响视频文本匹配结果，并表示他们的方法通过使正确的视频文本对与副样本更可区分来增强匹配。第二个问题是计算开销分析，能不能去研究一下性能提升与计算开销的关系呢？当然可以。作者补充了实验，发现使用 LM-based 的方法为250万个样本生成训练数据需要大约192个 GPU 小时，相比之下，基于词汇表的复采样方法效率显著更高，仅需要在16个 CPU 线程上运行 0.039个小时。第三个问题是过拟合风险。Eagle NCE 在作者自己设计的 Eagle HOI Bench 上效果显著，但在其他数据集上提升似乎有限，会不会是过拟合呢？作者解释道，他们的方法让 Lavella 在 Epic Kitchen 100上动作识别的准确率提升了 4.53%， 并且和一些 SOTA 模型的性能相当，而且也通过没有观察到基准指标的显著下降、Eagle 4D 视频内容的多样性和 LM 文本生成的变异性这3点排除了过拟合的可能性。那为什么在其他数据集上提升有边际效应呢？要归于 Eagle 4D 和 Cherries Eagle 之间的 OOD gap， 拉尔微调也限制了特征空间分布的显著变化。这位审稿人提出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作者也认真回答了，满意的审稿人就提到了8分。还有一位审稿人和第二篇 paper 的审稿人一样细致，提了5个弱点和10个问题。第一个质疑是损失和基准设计相似，你的损失函数和你的基准是以相同的方式设计的，那你的模型在你自己的 benchmark 上效果好不是自然的，会不会过拟合了？作者先承认了基准设计和损失函数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有助于 Eagle HOI Bench 的大幅改进，但他们设计的损失函数在其他基准测试中也同样表现优异。此外，他们用 Llama 生成的副样本训练了模型，然后拿到其他 LM 生成的 Eagle HOI Bench 测试集上去测试，结果显示模型依然表现出色，证明了模型学到的是通用的细粒度的 HOI 理解能力，而不是过拟和 Llama 的特定出题风格。其他的大多数是和数据集相关的问题，关键术语定义、实验细节以及可视化的问题，作者非常详细又耐心的一一讲解了，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解释了。由于这个详细回应和论文更新，最终审稿人把分数提高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反面教材，这篇论文的主要工作是提出了一个名为 SRMT 的新模型，用于解决多智能体强化学习中的协调问题，并且将其应用于多智能体路径规划任务。它的初始分数是568，最终分数是358，结果是 reject。不难看出，这篇论文最初是很有可能中稿的，而且作者也做了大量的补充实验和澄清，但最终 AC 还是决定拒稿，并且表示最初的担忧可能没有被完全解决。让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在 rebuttal 期间犯了哪些错误，导致审稿人甚至主动降分，最终拒稿。第一个失败点是回复时机严重延误，审稿人766H 在2024年11月4日给出了审稿意见，认为论文存在基线不足的问题，然后直到11月25日，这位审稿人突然发评论说，鉴于作者没有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我将降低我的分数。然后作者才发了一条回复给审稿人，说正在积极准备回应，实验也正在进行。据我观察，这是作者关于这篇论文审稿意见的第一个回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删评论的操作，在这21天里，作者没有给任何审稿人做出任何回应，这是最致命的错误。如果我是审稿人，我会认为作者可能无法解决我提出的问题，或者就不重视这次投稿，亦或是研究态度有问题。无论是哪一点，我觉得都不是很学术，会让审稿人有一种被忽视的感受。而且当作者在11月25号说实验还在跑时，实际上也暗示了收到审稿意见之后才开始补实验，那就是论文提交时实验不够充分。我认为哪怕真的被审稿人的问题难倒了，也要展示积极的交流态度，与审稿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及时回复，争取理解，而不是逃避沟通。他们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缺乏正面回应。审稿人明确提出希望作者可以在一些多智能体强化学习基线上进行评估，而且具体建议了 Royal Dial 等方法。作者解释说，因为 Royal Dial 依赖顺序决策，所以不能直接使用，而且现在已经有 Mamba 和 Qplex 的比较了，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回应策略，在顶会审稿中非常危险。虽然作者说 Royal Dial 不能直接应用看似有理，但实际上暗示了作者不愿意做 adaptation， 那审稿人就会认为这方法这么脆弱，连对比实验都做不了，那实用性何在呢？第三个错误是对审稿人的批评反应过度防御。另外一位审稿人他认为这篇论文的创新性不足，作者的回应是他们相信自己有创新性，审稿人于是提供了具体的论文作为反例。后面无论作者怎么解释，审稿人都不回复了，这又是 rebuttal 中的大忌。与审稿人争论 novelty 会容易激发审稿人的找茬心理。复盘一下这个案例的教训，首先时间就是态度，延迟回复就等于放弃机会，绝对不要回避问题，避重就轻，也不能态度强硬拒不认错，要珍惜每一次与审稿人沟通的机会呀。
最后我知道拿到低分的时候心里会很难受，但请记住，初审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很多审稿人初审时比较保守 ，rebuttal 是你展示诚意的机会。第二，低分不等于论文差，可能是审稿人误解了，也可能是表达不够清楚 ，rebuttal 这是澄清的时机。第三，把审稿人当合作者，他们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往往能帮你发现真正的问题。据我看到这条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rebuttal 都成功。